地方都叫辽国啊。那这边呢，其实就是越南，整个都是越南，它只是没画出来。啊，这边辽国的越南，云南的，不是，它是包表蓝色的呢是代表它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啊，中间那个呢，它是说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条心这个意思。啊，但是它的颜色像青天白日满地红啊，所以这个另外一个解释啊，没有，它其实它真正的意思是这样的：上下是革命烈士的鲜血，中间一条蓝的是代表它的丰富的资源，中间那个团结一条心，全国人民啊，所以它被5个国家包围住啊。最上面就是中国大陆，东边整个东边越南，南部柬埔寨，西边泰国，西北缅甸。所谓的金三角知道在哪个地方吗？太北。缅甸、泰国、辽国3国交界，看见没有？金三角经济特区。为什么要金三角经济特区？大陆的罗斯山在辽国这边建了一个经济特区，因为这个地图整个地图是大陆人做的。所以它叫金三角经济特区，就是说大陆人在这个辽国这块土地上，在金三角的区域里面做一个经济特区，开了一个赌场很大，在那边，对，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地方才是叫金三角。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辽国每个地方都靠近金三角，不是？你看那龙坡湾去到金三角，还有好几百公里，那永贞去到金三角。这个万象就是永生，万象就是永生。它在边界上，这条蓝色的看见没有？这条蓝色的你要不要注意哦？这个蓝色的非常重要，这是辽国最重要的河流——湄公河。湄公河啊，它从最北的地方，对，看见没有？这个地方作为缅辽边界留下来，作为辽泰边界，然后流进辽国的境内，流到这个龙坡邦，一带就是龙坡邦，经过龙坡邦，然后经过永贞，这个河啊，作为边界线，一直到辽国的南部。它是故意开的吗？听我讲，这是天然河流，它的源头在中国，在中国的名字叫澜沧江，流出中国的境内之后就叫湄公河，同一条河，但是2个名字。啊，这是人称叫做什么？东南亚的多瑙河，也叫多瑙河。为什么叫亚洲的多瑙河？因为它亚洲它流经的国家最多，就是它流经6个国家，所以它是号称是亚洲的多瑙河，这个意思啊。所以呢，流进辽国的境内就将近2000公里，它是弯曲过来的，它不是直线过来。啊，所以在辽国境内能看到它的将近2000公里，在辽国它的上头是从哪里？这个主体建筑叫相通寺，为什么叫相通寺？这个寺庙呢，建于1560年，
昨天那个是1500年，这个就是60年之后建的。好，这个寺庙呢，它的名字叫香通，它是有来由的，因为龙坡帮最早的时候还不叫龙坡帮的时候就叫香通。所以这个寺庙是为了纪念龙坡帮曾经用过的名字而建的，而且它的年份非常特殊，1560，在辽国历史上非常特殊这个年份。为什么？辽国迁都就是那一年。迁都啊，就是从龙坡帮迁到永贞，就是1560年。那当时迁都的原因，到时候我再来慢慢讲，因为这讲起来太久了。对。所以呢，它在辽国的历史上非常有意义，就是说它是龙坡帮作为都城的最后一个建筑，就是龙坡帮啊，是它建都，然后不是都城，但是它不是都城之前的最后一个建筑，就是这个香通寺。所以当时是辽国的这个迁都的这个国王下令建了这个寺庙。这也叫皇家寺庙那早期呢，像辽国一些每年在龙坡帮，它都会有一个选美的那个什么选美的一个活动所以活动选美的谁要得到这个美女龙坡帮美女的话，就要来这边参拜所以它也是说非常一个重要的地位。另外一个就是辽国所有的寺庙当中，就是说，唯一保存最完好的寺庙就是这种。就是说，像昨天那个寺庙，它都不是原样，它比它早。昨天那个维春寺，就是那个西瓜塔里面的那个寺庙，比它早，但是它不是原样。而且它没有这个这么精密，但是只有这一座是保存最完好的寺庙，而且做工最精细。在目前辽国的寺庙当中，它的做工最精细。都没有整修过，很快可以主体建筑，所谓的主体建筑就是说，它的柱子那些雕刻那些门那些，旁边这都是后来，这个都是后来做的建筑，都是后来建筑，只有这座1560年到现在，主体建筑还是一样，而且它为什么叫精致呢？而且它在那个时候它没有任何工具，没有任何的机械，它的屋顶做的很直，屋檐也很低，在当时在辽国的建筑方面来说是非常难得的，而且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时这个辽国的皇帝呢，也是花了非常多的精力跟财力去建了这个寺庙所以而且最难的是还能一直保存到现在，所以它在东南亚里面寺庙建筑里面非常重要的地位，就是这个保存得非常完好咱今麦来到是辽国的香通寺，伊是一个南传佛教寺院，也是辽国最重要的寺院之一。今麦呢，还有宗教皇室跟传统艺术的纪念碑，就留在这一个地方香通寺一般拢是认为伊是典型的这个辽国的艺术甲工艺的代表镀金的这个门呢，描绘的这内底真侪这个门顶管的雕刻呢，拢是你讲这个佛陀的一生的故事，所以这真侪包括辽国的传说，
盖有马赛克装饰的生命之树。这个如果你要把它当做一个单纯的佛教去看它呢，也许哇这没什么，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用艺术跟文化的眼光去看它了，哇塞，你会觉得不得了。尤其是你看这一些或者南传佛教你就会感受到，嘿，它跟一般的佛教有哪里的不同它不是属于咱今嘛说了解大乘佛教在辽国，它的佛教跟着泰国他们是一样的对家这个缅甸的这个西瓜小港他们是属于小乘佛教那辽国人民信仰的小乘佛教呢，跟泰国是一样的就是男人一生当中一定要出家一次所以你会使看到你若会在时较早起床到家的运动，你就会看到和尚啦，沿路拿托钵化缘了。除了在较善家的人呢，则是在路边呢放个篮子，而这和尚呢会甲本来是本呢，佮分一寡出去所以辽国是一个快乐的国家。你别看了乞食，就算讲你看了囡仔，你甲糖和囡仔呢，你也不会看到这些小朋友呢疯狂的涌上争先恐后的涌上这个呢，就是朴实又美丽的神秘国度辽国。辽国，我为什么一直推荐这个朴实又美丽的神秘国家呢？因为我觉得它带有台湾现在几乎已经看不到的一些风景很多人认为，像现在遇到很多的赈灾，很多台湾人非常有热心，可能马上捐钱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台湾来讲常常会用捐不捐钱、捐多少钱去评论一个企业舆论的压力人民的压力等等甚至做一件善事呢不长久一窝蜂现在做完没多久了，这件事就忘了在辽国，它带有另外一种比较没有功利主义的朴实。这个国家呢，在中南半岛唯一的内陆国家，近来有80%东西关山都是高原，很多都被森林覆盖着，也因此呢，这个国家要建设无啥容易一条铁路都无交通能靠几条路沿着这个高山呢，安尼连起来会使讲是东南亚上界、落伍、属界、善家的国家，甚至嘛是这个世界上剩的无几个强山国家。所以我相信，足侪人要来这个国家的时阵，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想法是什么？贫穷、战乱、危险，对吧？但是当你来到辽国之后呢，迎接你的是什么虽然他们的确算是蛮贫穷的但是你知道吗？迎接你的是非常友善的人民，还有这个国家纯净又美丽的大自然美景。所以来到家，你真的会爱上这个让你极度放松的地方，让你呢感觉很舒服的国家，让你呢少了一点那么舆论每天打开电视新闻那一些重复报道的感觉，让你来到这个地方不会看到满街交通的混乱，让你看到的呢尽是非常非常，我感觉跟30-40当前台湾的朴实很相像，那种感觉呢，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些感觉呢，其实现在也就是台湾最欠缺的一种感觉就是人民那种互相不计较、做勾野的感觉现在在台湾真的少很多，少很多。所以来到东南亚的国家呢，有时呢可以重拾可以拿回那种感觉呢，我的感受呢都非常非常的好。这个是当时放着法国指派的缅甸傀儡皇帝，里面呢是之前载过他的灵车。那我们现在又看到了另外一个是相通式的另外一个特色，主楼背面的墙面叫做生命之树，在阳光照射底下呢，特别可以感受到他们做出这一棵生命之树那个佛灵的生命跟生命的繁华生命之树边这根小庙就是许愿佛啦现在看了这根就是许愿佛
诚心的膜拜3次呢，听说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这一颗就是生命之树哦，生命之树哦。香东寺是龙坡邦最美丽、最宏伟、最著名的一座寺庙，也就建在湄公河边啊。主要的典型呢是龙坡邦寺庙建筑风格。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面叫做生命之树。我们看完香通寺之后呢，咱准备呢，搁来去另外一个所在，有感受到无吼？这个小乘佛教是不是甲泰国、甲缅甸真共呢？来，咱看这个香通寺上较有名的所在呢，离开了这个寮国啦，无什么高楼大厦啦，称不上是一个现代化的都市但是呢，让感觉很舒服不会很拥挤的感觉那我们现在离开这一个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神寺庙呢，我们准备前往下一个地方。这个所在呢，也叫做法国街老外阿多亚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寮国第一个停留的城市，我们可以说是龙坡邦这个小镇呢，在1995年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组织城内底建筑呢，被足完整的保留落来这是受到什么？受到这个法国殖民的影响这真侪建筑物呢，拢有这个法式的殖民风市区上老的就是法国的街路两边边呢，拢是餐厅啊、咖啡店啦带有一种寮国啦、法国的这个混搭建筑真有这个度假的感觉相信来到这会小可，互你感觉较像去到足浓厚的国家相共感受安尼无会互你改变其实不太是这样它有那种度假的感觉而有时候呢，有一些观念呢，可能是以讹传讹，或者是以前的观念呢，其实现在呢已经不太一样了。今日法国街路充满着英语、法语，寮国的龙坡邦法国街路纯然展现了法国的风格佮包括寮国的建设两种合作伙安尼就赞寮国其实是一个真热的国家，你唔看大家穿袖我跟你讲寮国其实甲泰国平热这寮国国旗但是因为咱建的时间呢，拢是伫年底所以来到家呢，你不会有动辄高温40度以上的温度这个时阵来到家气温呢是最棒的，真的所以我很建议大家呢，在秋季、冬季的时候来到寮国一趟那逛在这里面呢，仿佛时光倒转一样呢，回到了法国殖民的时期一整条呢灯火辉煌的夜市呢，五颜六色呢。置身寮国呢，感觉是不太一样的也可以看得到很多的法国人回顾到法国殖民时期，19世纪末寮国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法国人以龙坡邦作为统御寮国的据点经过几60年第二次的世界大战崩一个了呢，法国人走了所以呢，这个法国人留落来生活的习惯甲建筑的这个风格呢，就留伫这个所在，影响到这片土地。到今日为止呢，这法国的特别的色彩呢，变成是龙坡邦上大这个观光特色这就是甲台湾相共。台湾以前日本人有无来到台湾这个殖民台湾殖民台湾这个国家那殖民的时候也留下了非常多的日式建筑嘛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500-600公尺长的街道龙坡邦最有法国的风味的地方，也是观光客口中的法国街嘟嘟车摩托车的他们这条法国街道咻咻咻走来走去可以感受一下寮式风格法式建筑
也许你看过小乘佛教，但是真正去体验小乘佛教的感觉是什么呢？其实你只有来到辽国、缅甸，你才可以感受得到这些小乘佛教的感受这也就是我前面所讲的这种这个国家它带有那种淳朴风味的感觉。今麦一点暗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店家呢熙熙攘攘的也不会一窝蜂的冲上来。我们现在准备去看和尚布施这就是呢时间到准备要回想为这个人民虽然不富裕但是呢真正最厉害的是，虽然这个国家的人没介有钱，但是这个国家的人真快乐这个国家的人就跟不丹一样很快乐除了快乐之外呢，他们还懂得要去布施给这里的佛教，这里的回修在一个层面上来讲呢，代表这边的人民的信仰还蛮虔诚的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呢，哇，善事功德原来呢是触手可及原来呢就在你的身边而不是真正遇到很多的大事，大家不断的要大企业捐钱一样不管是国内，不管是国外你的举手之劳，你的一个小动作呢，其实也许就能够带给这个国家的人民一种快乐。你不觉得做了一件好事之后呢，帮助了别人之后呢，内心也非常非常的快乐呢？有感受到这一定变成一个观光景点其实这在乡下的地方呢，辽国、缅甸都看得到。这那几百你们是要布施他大家不要搞错了，不要以为他们是被布施的因为每一个人前面都放一个盘子那不是先经过个坑钱了你看呢，每一个人呢非常虔诚的，但是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有观光区域的感觉这对老外来讲更是不得了你看看能腾价看沿路上安尼我做好奇的我好奇的是啥玩意恁即马三号也是什么？是乖乖呢还是科学面重点是什么乖乖科学面重点是三号饼是车的话，伊嘛是会价钱小乘佛教是可以吃的上大重点是这上大重点是行第一个伊甲会杀甲伤甜去甜甲无法度甜甲无法度无法度杀有这啃落是啥货先来各位来换先来各位来啃来啃去知无这我还无讲过他们会把他们分到的食物呢，也分给一些没有办法、没有能力生活的穷人们，让他们也有多一点吃的。我听到这边，我眼泪快飙下来了啦自己去布施，布施完还要分一点给需要被布施的人所以需要被布施的人，他们会把他们的篮子呢就放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一幕是和尚布施，布施和尚。大家彼此呢有食物共同吃，哇，这感动感动了您分掉你分掉人爱杀起来，不然你会不小心就被布施了所以你看看你觉得这个感觉呢？你觉得这个感受呢？我觉得很感人很感动有没有看到家看到家你看看这个分送给其他的孤儿院然后再来呢就是我刚刚所讲的感受不一样希望看到这一幕，正在看电视的观众朋友们，你们也能够跟小王的感觉是一样的。我还是提倡了我的理念我们每一天在看的电视节目不管你从第1台到第100台到第200台都好想想看人的生命中是为了什么旅游吗？还是什么？还是赚钱呢？无论你做任何事情其实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知道这人卖伤酷不要太小气节俭跟小气是两回事那除了这个观念之外呢，也更希望大家能够呢很珍惜、很感恩
如果你现阶段还能够出国旅游，还能够很快乐的，身边还有一点经济能力，甚至呢，你的儿女们还陪伴在你身边，能够奉养着你的时候呢，其实你应该感到非常的知足跟快乐啊。人就是生活当中要多一点感动哦，多一点感恩哦，这个社会都别乱哦。我讲对第一代看到100代呢，我还是提倡了这个我一直想要的这个慈善活动哦。我说过，对很多人来讲，100万、200万、300万没有什么呢，但对我来讲呢，就像我存了好几年哦，一直不太容易存到，因为我也有家庭要养哦。我一直想要存到1500万哦，来去成立基金会，也一样的道理哦。所以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多了解这一点哦。善事就咫尺身边，就在你的身边哦。你的50块，你的100块呢，对很多人来讲，也许就是他温饱一天的钱啊。你回50块、100块，对你来讲，其实无啥货啊，但你唔甘互人哦，啊，无爱互趁钱哦，无爱互趁钱，台湾的经济那会爬起来，对无吼？无互台湾的物资起起来，正诶大头家，伊要安怎？伊趁无钱，伊就无法度带动整个经济哦。所以有当时咱会感觉生活当中100块、200块吼，惊人趁，惊互人惊了去吼，袂使安尼钱吼。因为有当时100块、200块，伊就是这个人今仔伊的食饭的费用哦。你的身边的一些人生啊，也许就是他活命的一天。这里是辽国的龙坡帮的和尚布施。
这里是他传统早市辽国缅甸之旅，咱来玩天带着我们一起过来到这边录影，这是包山尾哈。在当然嘛，这些中南半岛的国家哈，你注意看哈，他们很喜欢哈用这种叶啊来去包食物。你知道用这个叶啊去包这个煮米啦，还是一瓜哈这样物件，它包出来会有什么样子的味道吗？它带有这个叶啊味的里来的，尤其是他们最喜欢吃这种糯米饭哈，煮米饭。这个煮米呢，因若煮开心，大部分拢是做甜的咱家无讲，咱家煮米吼，真侪拢是早会在时做饭丸嘛吼，因家无讲哦，因家讲的煮米饭内底是做甜的等咱家甜长小讲哇，菠萝蜜，这敢是菠萝蜜？是吼，这我真少看到，我唔知你有足食看到无吼，我真正真少看到，哇，天哪哈，这么大一颗哈，这么大一粒哦，应该是菠萝蜜吧因为我现场我也没有看到，是哈，这类型啊，你说是不是榴莲？榴莲我也不太吃哈，所以我也不太了解，应该是菠萝蜜啊。那这个所在就是辽国的传统早市啊，有趣味啊，我感觉真趣味哈，我感觉我上介意我讲过就是来这个市仔内底行行的看市仔看伊的生活百态。这看来了，有一个很大的这一个悬殊看完早市看博物馆我们来到一个皇族旧时的生活国家博物馆位于龙邦城市内，展出的是辽国皇族时期历代的文物，弘了解的龙邦王国昔日的繁华。不管你是80岁、20岁反正呢，开心是每一个对灵魂到80岁拢会使做的代志，对吧？就皇宫红干嘛有缅怀这个龙坡邦王国当时的繁华当然这个所在因为有法国殖民过所以这个所在呢，带有一点法式殖民的风格，又有一点像泰国，又有一点像缅甸这个就是中南半岛它的民族体制啦也民族性啦也这个历代朝代的这一种风俗感觉很像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在游览过程当中呢，当然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种历史所遗留下来的还有包含了他这个以前就是皇宫的国王就在这个外面所留下来的一个铜像，有没有看到这个我靠马在看到这个博物馆以前的末代皇室的皇宫那还有门口的这一位末代皇帝的因爸爸父亲的雕像statue 就放在这个门口外面也是和大家所有人看到。来到辽国每到了辽国，总是会让人就去想到这个辽国我们大家对这个国家不太了解但是呢，你哪讲来到这个国家的像我头前讲的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国家的历史包括呢这个城市内底呢有占比例最高的亚裔人口亚洲的人口就是苗族苗族美国人这是咱台湾历史教科书从未听闻过的一个族群在这边今天呢，我们就讲前面我也其实讲过的一个被遗忘的民族一个被遗忘的民族
辽国的苗族人哦。那在我们台湾哦，甚至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呢，咱收听点哈比较少听到的这一段哦，历史故事哦，但是呢，加苗族人哦，这个城市的苗族人哦，有一个很小的规模哦，小有规模的哦，3-4千人哦。这个你在教科书上比较少听到的，就是苗族的历史哦。当然，从远古时期，苗族人呢来到这边哦，就已经因为这个所在跟中国一寡所在哦，有这个接壤之外呢当时的战争使得呢苗族哦往南边移来到这个辽国、泰国北部、缅甸等等，所以他们这几个所在，咱拢会使看到辽国的人辽国的人内底会使看到苗族的人哦。那他们这内底呢，嘛会使了解到，当时美国跟法国为了争夺越南全境的控制权呢，发动了攻击胡志明求助于中国，法国求助于美国，而留下了这一个苗族的移民因为当时的苗族人呢，帮美国打战帮美国人呢打战，但是呢，这些辽国人呢，这些苗族人留在辽国，被视为战争之后被视为辽国的眼中钉遭到种族大灭族的这个报复大量的苗族人当时被迫穿过原始的雨林，到泰国、到缅甸过着这个颠沛流离的生活。侥幸生活下来的苗族人呢，一心期待美国能够遵守先前的协议帮助他们离开这个杀戮的战场。你讲呢？你觉得有可能吗？我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就来听到，阮爸爸妈妈跟我讲，阮阿公以前人家讲他我拢答应伊凊彩讲回因到尾呢，原本有土地我拢去用骗了你觉得呢？美国人有承诺吗？当然是没有，因为美国人在策动苗族人加入战争之前呢，已在1954年签下了日内瓦协定，声明承认辽国是个主权中立的国家。这个时候，如果他协助了苗族撤退，他等于是承认自己违反了日内瓦的协定。于是呢，美国人完全否认了跟苗族有任何的秘密协议。许多的苗族人就被泰国遣送回辽国，就被送到辽国劳改。大量的苗族人呢就被害死在劳改营当中。1975年到1978年，第一批苗族人有3万到4万人，当时就移民到了美国去。就变成这个酒了。就为什么这个是这种白白色，这种是红红色，知道吗？为什么？听我讲，一个是白糯米，就变成这样；变成是红糯米，就变成这样子，看到没有？然后呢，这个酒呢捞出来以后，那个米怎么办？米再拿去那个缸里面再蒸。它的蒸馏出来的蒸馏酒，就是这个清的，米再蒸它只是把那个汁捞出来变成这个，但是里面的米还要再拿去蒸，就变成这个是50度，蒸酿过后50度，如果还没有蒸酿的时候，那个是葡萄酒吧？是啊，这里是缅甸村酿酒村那小王为什么想要讲这一段的历史故事呢？因为我觉得这段历史故事呢，在台湾是非常少人知道的一件事情当我听闻，当我当时去过的时候，知道了这个历史故事呢，我觉得可以当电视节目呢分享让大家知道所以有当下你到美国的时候呢，你可以听到我是苗族的人怎么苗族的这种在我们认为是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怎么会来到美国呢？它的原因历史故事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呢，当美国有一批苗族人3-4万人的些东西造化弄人被送到美国去。1980年，美国通过的难民法带来更多的苗族难民，一直到1997年，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的时阵，美国跟第一道对外承认有这个秘密协议的存在，终于还了他们一个清白所以苗族人在美国的苗族人是怎么来的是先来因会使到美国是中国上来吗？不是，是偷渡的吗？那不是移民了吗？都不是，他们最主要是当时在于跟越南打仗时候，他们支援了美国，
的秘密协定而过来的那一批的苗族人，这个秘密协定呢，一直到1997年才被承认了。